师傅手艺很牛啊，我嘴够。果然我找得见，就不会有差的。花自己的钱吃饭，说实话，我是老实人小胖。今天2个人7里无碍土菜馆就在水产市场旁边，几乎全好评，性价比非常高，很推荐，没吃完打包了。今天菜点得很到位，真的。它这个怪味茄子也叫风味茄子，微微的一点回口的甜味，前面入口是香辣咸麻，它的辣椒给的非常足，煸得很香，然后会非常符合南昌人的口味，很不错的火候。爆炒牛三鲜68，这一盘分量很足，然后里边是黄喉、毛肚，然后还有牛肉，火候控制的非常到位，脆嫩弹香，非常简单的这种大蒜辣椒。下饭下去。兄弟，你不要这样子看我，这看着没有锅气，你揭开来全是滚烫的这个热气冒的，我哪一口吃得下这么多？尝一口，尝一口。腐竹这个纯粹是摄像他想吃，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对腐竹情有独钟。然后这个是荷包腐竹，好像是叫这个菜，但其实就是素烧腐竹，荷包蛋高油温一煎以后冲汤，把汤这个冲得够香够浓以后，腐竹拿小苏打稍微一泡以后，软嫩吸汁，烧出来很清爽，但是味道非常香浓。20来块钱，很棒，真的很认真做菜。最后一个油炸炒小参鱼，小参鱼炸得很好，外皮香酥，里边骨头也透了，同时呢炒出来一点都不会干柴，油炸香酥，唯独有一点，它有一些油炸个头太大了以后啊，里面有一点点回软，这个会影响口感，但是考虑它的20多块钱，今天这一顿已经是非常顶的存在了。做个总结，我们2个人4个菜一共才160。为什么说才？因为这4个菜我们吃到现在连一半都没吃了，不是它不好吃，纯粹是我们吃不下了，它量太足了，口味很好，食材很好，价格很好，非常实惠，全好评餐厅，没毛病。上来都是肉菜，你瞬间那种肉香味感觉满足。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实人小胖。今天4个人在金酣区皇姑路的传统菜农庄，475块钱，相当不错，食材非常新鲜，没问题。你像它大锅的红烧猪脚，然后它的口感是皮非常的软糯，带一点点的 Q 弹。另外再就是它不是拿高压锅压出来的，所以它的肉不会散，这点口感上是不错的。但是88块钱我觉得稍微有点贵了，68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一些，因为它的分量并不是说特别的多的那种。河虾其实就很简单，旺火爆炒，它好就好在它的河虾，你都不可能叫相对型，它叫绝对型。就我们点菜的时候，那河虾还在那儿盘子里爬来爬去，所以它的肉很细腻，很弹，而且回口的那种鲜甜味啊，很非常不错。所以它在锅里稍微炒了一下再烧的。而且是提前就是焯了一下水，然后拿高压锅稍稍压了一下，口感保持了9分的口感，有一点弹性，但不会嚼不动。然后呢，你越嚼它越香，处理的很干净。这种红烧的这种酱香味哈，很浓郁，而且68块钱一个，我觉得价格还可以。那对于鱼非常新鲜，鱼肉很细嫩，而且是直接稍稍一煎，然后直接加水烧的，所以它的鱼皮有微微的起胶，但不厚。搭配上这种就是我们南昌口味这种重口的酱油的这种红烧汁汤汁的话，整个味道是很浓郁的。这家店人均在100到120，比较适合就是说带家里老人长辈一起来吃饭，相当不错。人均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偶尔来一下是可以的，没问题，挺推荐的。这家店的评论区呼声也是很高了，说了好几次，对吧？给你们当个嘴替，确实挺好吃的。那加个关注，来个评论，再进个粉丝群，不过分吧？以后还有什么好吃的，继续评论区说，我下次再来啊。它这个汤的味道就是一个是润，第二个就是回口的那个油香味就起来了。之前只是说单纯的那个蒜香和那个卤汤的那个香味。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实人小胖。今天3个人在红谷滩的江报路唐营街的江右郭先生
团购加单点差不多400块钱，推荐。酱料的香，然后是汤底的那个黑蒜的那个香，然后是鸡肉的那个油润的那种感觉，最后才是鸡肉的鲜甜味。它鸡肉的鲜甜味是藏在最后的，所以整体的它的味型很丰富，满嘴生香的感觉，而且鸡确实肥润，这个蛙肉确实是很细嫩，很新鲜现宰出来的嘛。然后呢，有弹性，再加上这个汤底的这个香味，然后还有就是蘸料的那种香辣，里面带一点点的酸味，很好的把整个的味道融合起来。吃起来的话是很鲜爽的，最重要的是3只蛙，好像69块钱，比吃锅底就它这个卷骨好，配上这个汤底，尤其是涮完了这种很多肉之后的这个汤，油润香，然后入口是外皮的那种脆，很清脆的那种口感，里面是肉很厚实的那种糯糯的感觉，味道非常棒。然后它的黑蒜锅底是强烈推荐的，确实它的这种香味很浓郁，尤其是搭配它的鸡和牛蛙，鸡的这种油润让整个汤底的味型会很丰富，而且它的整体的味型是层层递进的。你最后再加上它这些其他的涮菜啊，口感都很丰富，有脆的，有嫩的，有韧性的，还有这个很弹爽的。所以呢，整体上的选择性会很多，而且用餐环境啊这些都挺不错的，人均100块钱，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谁家好人上夜宵店吃米饭？来他们家菜确实下饭。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师小胖。今天船山路重庆李记炭烤鱼总店开了10多年的老店，确实有2把刷子，推荐。它这个锅底上来就是你要煮个15到20分钟，会比较入味一点。我们点的那个香辣的微辣锅底，这个味道，88块钱的清江鱼，鱼肉本身呢会细嫩很多，比草鱼的那个肉要好，口感要好。然后它的鱼肉的新鲜度没问题，油脂呢就是鱼皮的那个油脂烤的化了以后，然后你能吃到它那个鱼皮和边边上那个炭烤出来的焦香味，然后搭配上这个红油锅底的这种汤料的这个香味，确实是不错的。而且它的分量就是一条鱼搭上这些配菜，2个人吃其实是足够的。凉拌折耳根哈，就是重庆人的凉拌大蒜须，你就这么理解。折耳根脆，然后香菜的香，折耳根的那种特有的清香味，或者是有的人觉得是鱼腥味，但我觉得味道挺好的。小米椒放的多，但并没有很辣。红油放的很香，最重要的是它加了一把白糖，白糖甜而提鲜，所以作为一个凉拌的小菜来说，还挺用心的。蒜泥白肉的话，其实真的很好，25块钱，肉又多，配菜少，麻香味也够，红油的香味也有，肉香味也有。但是唯一一个小建议就是，你如果把店体的那个豆芽换成黄瓜丝，口感会更清爽一些。就作为一家开了10几年的老店，他们家的烤鱼是挺好吃的，就是烤鱼好吃是应该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小菜凉菜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第一个价格便宜，第2个分量足，第3个口味确实好。人均大概就60、70块钱，然后烤串相对来说就逊色很多，看你自己怎么选。就这种铺子，你就让我想到10几年前那个时候，跟刚工作的大哥们一块吃饭的那种感觉，一定是这种铺子，3、5个人，50、60块钱，性价比很高，而且口味很好，但是没环境。花自己的钱请粉丝吃饭，我是粉丝，今天4个人在西湖区波波烧烤200块，推荐，特别推荐。胸口油，这个胸口油真的就是颗粒非常大，但是完全不腻，一咬下去以后香酥脆，而且一点点油脂在嘴里炸开来，它这个吃的是非常过瘾的。作为我互联网人脉之一，给我们推荐的这家老店，你觉得你最喜欢吃它哪一个烧烤？我最喜欢吃它这个豆泡，因为它这个豆泡我感觉它应该是放了一个独特的一个香料，然后吃的也有汁水，外面刷了一层层蜜，吃到嘴里面口感非常的好。烤小肉和烤五花
肉片都切得很大，然后呢，你能吃出来肉的香味儿，烤出来以后非常典型的南昌烧烤，老式南昌烧烤，料撒得很重，这个看个人口味，小肉和五花肉这玩意儿啊，特别的下普南，就尤其是大绿棒子，烤茄子加蛋，这个他们家的烤茄子在我小吃到的小铺子里面，品质算是很好的了，烤得很透。但是同时呢，又有保留了茄子那种本身的清甜味，蒜蓉和撒料盖在上面，加上鸡蛋的香味和鸡蛋那种弹嫩的口感，这个搭配很不错。做个总结，我们今天4个人200，这个性价比算是很高的，人均大概就是50到60，60可以吃的不错的，带粉丝一块来，互联网推荐的还是靠谱的。你说，很适合什么哈？老南昌风格，你家楼下3、4个兄弟伙一起，今年要5一蛋包。就这种，感谢互联网人脉介绍的这个小店。这是点菜的冷吃牛肉，这是上桌的冷吃牛肉，图片仅供参考。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2个人在新店区礼布湖大道礼布湖烤牛肉串，148块钱，牛肉串吃的挺不错的。性价比可以，推荐。他们家这个牛肉串不错，第一个部位设的比较好，弹，然后有嚼劲，但是不会老。第二个呢，就是它提前腌制的很好。第三个，料撒的很香，咸香辣，然后有牛肉的香味，挺好的小串。它的牛五花不错，不是说连在一块，它一块肥的，一块瘦肉，吃起来的话呢。牛油的那个香味啊，在肥肉里边是比较明显的，咸香辣，芝麻的香味不错。16块钱20张，这个可以。牛舌的味道其实和牛肉是很像的，因为它的撒料都是一样的，但是牛舌的口感要差一些。它切的是那种块状，其实如果切片状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等菜的时间呢，我们吃个小零食，德芙巧克力。浓稠合密，很香浓的味道。八珍豆腐是好吃的，一般这种烧烤店里这种豆腐确实比较少。它第一个食材比较少见，第二个呢，烤的干香，然后里边是这种软糯的口感，口感的这种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香辣，然后呢又有豆腐的香味。人均50-60左右的这个小店，牛肉新鲜，肉不错。但是牛舌，我就觉得它切的这个块还是要再调整，性价比来说是不错的，很好。血鸭拌1碗饭，青菜芋头再拌1碗饭。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2个人九龙湖百味永新199块钱3个菜，口味应该算得上是在九龙湖这边排一流了，还不错，推荐。第一个猪脚香辣好，而且呢，它用的是这个干辣椒提香，小米椒提辣，但是因为是辣猪脚，所以它的猪脚皮那一层啊，口感是糯，然后弹带一点点脆。猪肉部分，这个瘦肉部分的话，就相对压的比较散，这个看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口感，而且加了黄豆以后啊，它的香味是特别浓郁的，拿这个汤拌饭应该也很凶残。有型血鸭也是第一个哈，就是香，然后呢是，然后再是鲜，它回口呢米酒的香味比较浓，给的米酒比较重，但是呢这个味道是非常好，它不会说抢掉鸭子本身的那个香味出来，而且呢斩得很细碎，相对来说拌饭吃一勺一勺蒯碗里面很过瘾。青菜鱼头糊，它这个好像是放的是那个油麦菜吧，第一个很清爽，第二个味道很香很清香，芋头压得很烂，然后呢你拌到饭里面稀里呼噜就下去一碗，这今天刚好降温，所以吃这个搭另外2个重口味的菜，这个口味清淡一些。3个菜199块钱加饮料加米饭，那人均大概在80到90，人多一点的话人均会降下来。这家店呢会比我们之前吃到的永庆菜稍微要贵一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也确实好，九龙湖你看沿街旁边，但是相同的点在于它的口味食材包括师傅的手艺都是很好的。那这家店的话呢，就是环境 OK， 手艺 OK， 食材相当不错，
那这种情况下，它的人均稍微贵一点，我觉得可以接受。你出来聚餐的话，在九龙湖这一片哈，我觉得它的这个口味可以排到前3，甚至是排第1了。目前来说，我刚没注意，这盖子里全是黄，我以为只有这一点，这正经是满黄哎。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2个人在红谷滩光头老妹和周底火锅，1年吃1回呢，真的是又来了，210块，非常不错。周底火锅大海鲜，很值得推荐，服务和免费的水果都挺不错的。158的周底套餐里边的膏蟹的话个头大概3两多一些，满黄，非常不错，鲜甜味和膏蟹的那个香味哈都有，放到周底里头去，确实海鲜就得配清爽的。28一盘的脆碗，这个脆碗的话皮脆肉弹，而且煮了之后啊它不会散，你看夹筷子上反正随便怎么抖都行，非常不错。我们后面自己又加了一份鱼片，一份生蚝，这个生蚝12一个，够肥够大够新鲜，吃起来爽滑肥嫩，很过瘾啊。粥底锅到最后就喝粥嘛，它这个粥首先第一个米粒熬开了花，不是说拿那种米给你拿粉碎机打碎了以后冲的米汤，所以这个是米香味和这个汤汁就是米浆的那种感觉，完全在这一碗粥里面裹上所有食材的鲜味，是舒服嘞。做个总结，我们2个人今天除了158的之外，另外再加了一份鱼片和2个生蚝，一共是210的消费。这里人均大概在80到100左右，看你自己怎么点菜怎么吃。粥底确实熬得非常好，然后海鲜的新鲜度也非常不错，我个人感觉还是粥底搭海鲜是最好吃的。另外就是你如果觉得最后吃的没吃饱还差那点意思，来点主食的话，油条你反正让老板家可以续的。这鸡腿真好吃，皮很脆，然后肉很多汁，你尝一下，你趁热尝一下，别拍了，赶紧趁热尝一下。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2个人红谷滩岳山串烧280，吃烧烤，它的烤鸡腿特别不错，推荐。特色烤猪蹄48一份，这个猪蹄先卤后烤，拿铁网夹住以后，在炭火上慢慢给你烤，外皮够酥脆，然后里面的油脂烤透了，非常的香，而且完全不油腻。贵阳烤大鸡腿，这个是一定要点的，你们来的话，第一个是选料用的很好，皮脆肉嫩，而且鸡肉的这个香味是很足的。第二个就是它火候把控的很好，皮下油脂完全烤透，皮起酥，剩薄薄一层粘在肉上，吃到嘴里酥脆咔哧，然后那一下鸡肉是非常多汁的，一点都不柴。猪肉类的烧烤啊，它的松板肉串，第一个它的肉颗粒很大，但是在很大的时候呢，它依然烤得出来外酥里嫩，外边有一层薄薄的焦壳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火候把控得很好，咬下去里面的肉汁是很丰富的，很不错。另外它的猪肉大串，也就是小肉那种放大版的 plus， 第一个肉切得很大，同时呢很薄，咬下去不会干，有肉汁，但是同时又不油腻，所以这2个东西确实可以。牛肉的吊龙和五花趾的小串是非常不错的，它的肉新鲜，而且块也挺厚实，火候又把控得很好，所以吃到嘴里是有弹性的，而且整体的味道把控比较不错。做个总结，我们今天2个人280，然后是纯肉局，它的牛肉、鸡肉这些品质都是不错的，食材选得好，然后火候调味把控都很不错，整体以香辣这种风格为主，人均100往上走，比较适合兄弟伙聚餐聊天。这个串真的完全不一样。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胖。今天2个人红谷滩万达山河谷与傣家菜224块，作为商场店的特色口味来说，在万达这边你们可以来。炭烧牛肋条，第一个它的用料是整大块的肋条，烤出来以后里面还是软嫩多汁，外面这一层薄薄的美拉德的焦壳，
再搭上香料的味道以及菠萝水果的这个味道，整体的味气口感都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价格稍微有点高，但是绝对可以值这个价格这一口。傣味香茅烤鱼，这个烤鱼作为他们店里的特色菜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鱼肉腌得非常透，调料的味道和香料的味道都腌进去了，而且烤的外皮是焦酥的，然后里面的肉呢还是保持了一定汁水和松嫩度，这个很好。然后呢，你蘸汁水的话，你可以找他再要一份这种撒撇的蘸料，我觉得味道会更丰富一些，它的香料味会更浓，这个就看你个人口味。野佐料炝牛肉，它这个呢，第一个用的牛里脊，炒出来呢，整个的牛肉的香味和香料的这个香味是融在一起的，味道是很不错的味型，而且很下饭，锅气很足上来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小建议哈，就是因为这个香料呢相对来说有点糙，那你如果是上桌的话，你要不干脆香料稍微切大一点，方便人家挑出来，那样吃的会更香一些。做个总结，我们2个人今天菜是往多了点，然后这家店和云南当地比起来，整体还原度达到了80%左右，然后呢会做一定的本地化改良，人均消费70基础，然后看你自己怎么点菜往上走，肉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最后说一下，它作为商场店来说，这种出品这种锅气是值得大家来的。要说一下啊，你到这点菜，冬天一定点热菜，一定点热菜。今天这期我们不做探店，就纯粹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申小马，今天不探店，我们聊聊天。走，我们这个月其实探的店也蛮多，说印象最深的店，其实广和记真的是可以往前排。广和记是唯一一个，就是所有的菜都非常符合我和摄像口味，我们这一桌人去吃都觉得它所有的菜都非常好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然后你再说往后面印象深的小老师味厨房的鸭子是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在他们家点菜区的时候，它有很多这种硬菜是提前烧好了放在那里，就是你只要最后回锅一下就可以。那个菜确实点菜的时候闻着香，我们也想吃，但是2个人很多菜点不了。然后炒菜类的印象深的说完了之后，我们就说说小吃类，就是粉面这一类的。汤鱼面馆它主要是什么？南昌少见，你这东西以前有那么1-2家做的好吃的，后来没了。然后它12块钱足够便宜，你说它口味有多好多惊艳？没有，但是就是便宜家常量足。然后你再说宵夜类的啊，其实135烧烤它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是什么？我和摄像2个人的口味，其实在烧烤上面我们的口味差距是蛮大的。他是喜欢南昌老式烧烤那种料重，是吧？我是喜欢其实料轻一点的。那135的话，它的料就是偏重，而且呢它足够新鲜，便宜啊，开在学校旁边嘛，然后它的性价比会非常高。其实我们每个月探店，我们其实也想走出市区，走出南昌，但奈何确实距离远，时间有限。但是你们如果有好吃的店，后台一定私信寄给我，我们自己找店其实也很费劲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有好吃的不要私藏，发过来。本月总结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以后每个月争取月初给大家来一期这种总结，跟大家聊聊天。下次我们看看能不能开个直播，大家一块聊一聊。